中共向全球120多个国家输出威权统治术，为什么有的国家反而还失败了呢？马斯克最近做了一个动作，让中共非常恼火，但是又无可奈何。川普迎来一位挑战者，他就在党内，他们在争夺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。今天是11月15号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国际纵览。5件事，第一件呢，还是马斯克对内发了一个通知，他要求在2027年要完全杜绝中国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工厂。这实际上是步了通用汽车的后尘。前几期节目我们讲过了，通用汽车也是要求在2027年以前完全杜绝中国的零部件，700家供应商全部做的同步，这不等于就是去中国化吗？尽管中国一直在讲他们反对脱钩锻炼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脱钩锻炼对中国是有利的，有的东西它创造不了，但可以买，也可以仿，也可以山寨，甚至是可以偷窃。但实际上他在对外在做脱钩锻炼的事儿，那首先稀土进行管制吧，而且要求稀土的客户你要交出你的终端客户是谁，比方说你组装一个东西，你要是要卖给谁，你要披露的，这些它都属于企业的极端商业秘密。第二，它在国内有些国企和军工也在脱钩锻炼，无论是芯片还是软件，都要求完成自主，说明它实质上也在为脱钩锻炼做好准备。所以中美的博弈接下来就是看谁能够完成自主。第二件事呢，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国对外输出威权统治。我看了一下最新的经济学人的报道，中国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它输出了是安全统治，当然了，它对外叫做安全防卫技术和警察培训，同时卖了大量的监控设备。这里面最大的赢家是大华、海康威视，也有华为和中兴，他们的监控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。这儿呢，就让人们想到，中共建政初期，他就有一个统治全球的梦想。老毛还是说要把地球管起来，他要在全球寻找阶级兄弟，一直是在输出革命。你看印尼不就开始找那个好学生吗？像他花了大量的钱支持阿尔巴尼亚，实际上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同路人。现在中共在老习治下不再输出革命了，他输出的反而是统治术。说到底他就是告诉全球的人们，这全球乌鸦一般黑你不要说我周围的人已经有120多个国家，也就是联合国200多个，这就占了一半了，都在学习中共的统治术。虽然说有的国家是民选国家，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外衣，实质上它叫威权统治。当你投一下反对票试试，你的反对派开媒体试试，你的反对派寻求国际支持试试。好，我们第三件事说一下这个国内它最近出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农业农村部对外发布通知，他们呢要严厉防范一些回到家的农民搞事情。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？让这些人学一些技术，学一些工匠，然后再返回城市，不要滞留在农村。这也就是像一个悖论，城市里工商业不够发达，或者说工商业在凋敝，很多店铺都关了，这些人无法在城市中生活，才被迫回到了故乡老家。现在老家开始防着你呢，让你赶紧学门技术，什么电气焊什么厨师炸油条，学完了以后赶紧回去。你说这
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尤其是农村的年轻人啊，挺难的。城市里边难以生活，农村呢又不欢迎你回去，这让你想到了什么？不就是疫情期间老家防着你回来，你回来以后啊，先在野地里给你搭个帐篷，隔离半月，然后你才能回到家。最后年轻人发现自己的故乡不欢迎自己了。好，另外说一件事，就是老川啊，他遇到了一个挑战者，在今年上半年，他还是 MAGA 系统中的首席女将，就是那格林。最近啊，他反而和老川啊闹掰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要求公开爱泼斯坦名单，他啊，尤其是挑了老川的肺管子，他说我才是真正的 MAGA，我永远都是 MAGA，永远都是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。他反而认为老川不是正宗的，你已经背叛了 MAGA。而且他还举了例子。今天上午看他对外的采访，老川你在上任前承诺要降低物价、降低通胀，现在怎么样？物价都上来了吧？所以说，真正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，你已经背叛了。这件事儿有多么严重啊？就像老西讲的，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或者是共同富裕，突然党内有个人说，老西，你的共同富裕是错的，你要是真共同富裕，你先把那高干病房给我撤了，对吧？要是养老金这个双轨制给我撤了，你说老西心里能不恨吗？所以老川啊，他就放开了对他的这个，放弃了对格林的背书，而且他要求啊，那个佐治亚州里面谁能挑战他，最好挑战他，因为明年中期选举了，他的众议院位置能不能选出呢？哎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在这儿也可以总结一下，老川确实是领导创建了 MAGA，有些人也是为了实现 MAGA 的目标跟他走在了一起。但事实上，当他发现你一直要求公布爱泼斯坦名单，说这里边是民主党的阴谋，里面有克林顿的黑材料，为什么你获得了总统的职位，司法部长都是你任命的，你掌握了情报系统和 FBI， 为什么反而说不公布了，反而又说这是民主党的阴谋？你让这些真正相信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呢，无法接受，除非呢是做的人格分裂。所以说，这位马大姐啊，我挺看好她的，希望她能够捍卫她的真正的 MAGA。好，另外我们再说一下亚马逊，它呢，对外发布了一个裁员计划，在未来的8年呢，它要裁减60万的岗位，而且这些岗位统一由 AI 来替代。这个人数是多少？是相当于亚马逊现有员工数的75%，可怕吧？像亚马逊这种头部顶流企业，都要逐渐的让 AI 替代人类了。所以说，每个人啊都要考虑一下，你的岗位在未来的8年内是否有可能被 AI 替代掉。咱每个人啊都应该好好想想。好，这我这件事儿和各位分享结束了。我另外一个频道叫大卫军情局，今天讲到了，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中共有可能要重启新轮的核武器试验基地，就是那个马兰基地。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详情，欢迎关注大卫中情局。咱们明天见。